这个和尚来到峨眉道观学艺，道长询问他会哪些武功。和尚言称自拜入少林学武20年内只练3门武功，其一降龙掌，至阳至刚，可劈掌断木；其二铁头功，头颅坚如磐石，可头碎砖石；其三是一指禅，能够以指尖劲力敲击大钟。道长点头，他的外功已经修行有成，而内劲才是功夫的上乘。想要更进一步，必须着重修炼内劲。首先化降龙掌为劈空掌，气落丹田，运进于掌心，不停拍打水花，大成之时，一掌劈出，可连碎数缸。接着强化铁头功，道长要求他练习脖子劲道，以脖梗的劲力从水井打水，气运丹田，将劲力灌注在头部。练成之后，能隔着厚重经书力透砖石。最后一指禅，需将丹田之气集中于指尖，何时一指点出，单凭指锋就能隔空灭烛，便是功成之时。至善和尚习武多年，根基深厚，只用半年便将3门武功练至大成。他来此处不单是为了精进武艺，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。少林一向以反清复明为宗旨，虽寺中武僧众多，但缺乏各类兵器，而清廷又严禁民间私藏武器，只能自己打造。方丈命至善和尚前往峨眉，就是为求取各种火枪、火炮的样式图纸，以及炼制钢铁的秘诀。如今时隔半年，至善的武功已达巅峰，道观也搜集到各类兵器图纸，观主无尘道长亲自送他下山。然而朝廷早已得知少林密谋，派出卧底打探到少林各处密道，率领精兵大肆冲入少林屠杀，一众僧人奋力抵抗也是枉然，四周密道也被清兵用火药炸毁，少林僧人死伤无数。等到至善赶回，只见尸横遍地，寺中燃起熊熊大火，千年古刹付之一炬。至善赶忙前往密道，将奄奄一息的方丈救出。方丈嘱咐他一定要重建少林，南方民情强悍豪爽视为上选，他此行需一面化缘募捐，一面物色江湖豪杰，聚集起重建少林的骨干。说罢便闭目圆寂。至善遵其嘱托，一路南下，终于到达广东地界。途中他想要在酒馆化缘，伙计不耐烦地打发了他。此时一位富商见至善气度不凡，主动承担了他的食宿费用。次日富商带着随从继续赶路，途中撞见强盗拦路抢劫，关键时刻至善恰好同路，挺身而出，略斩拳脚，便将强盗赶走。富商感念他救命之恩，邀请至善回府一聚。富商有一位侄子名为李锦伦，自小好武，勤修苦练，一身武艺已属上佳。听闻叔叔请来一位高僧在府上做客，李锦伦不以为意，江湖上打着少林旗号招摇撞骗的人多的是，谁知道这次的会不会是个骗子？他不顾富商劝阻，执意要与至善较量一番，另外还提出赌约，只要他坐得够稳，自家的20座绸缎庄可以分他一半。送上门的见似资金，哪有不要的道理？至善当即坐下，李锦伦出其不意踢碎木凳，哪知至善扎马稳如泰山，不论他如何踢击，依旧不为所动。不服气的他直接举起10杠铃砸来，却被至善稳稳接住，顺势一带便让他落入水中。等至善起身时，原地留下的脚印极为扎眼。李锦伦这才明白什么叫天外有天，当即跪地拜师。师徒2人成就一番佳话，富商也忍不住将此事告诉商会的朋友们，想要帮助至善筹建建寺资金。其中有人并不在意，打算用计先行试探一番。入夜，至善正在房中静修之时，忽闻门外有人喊救命。开门只见一名风尘女子就要扑来，言称自己一旦腹痛发作，就有要与男人热肚皮相贴的老毛病。世上还有这样奇怪的病症？至善只好为他把脉，知晓对方说谎，索性夺门而逃。见他不近女色，女子也不再纠缠，只是临走前留下一袋金银珠宝。隔日，一众商人聚首议论，知晓至善确实不为美色所动，却还是难逃贪念，收下珠宝。可见这至善大师也不过如此。然而下一刻，至善便登门拜访，声称自己昨晚捡到一袋珠宝，特意前来奉还。商人面露欣慰，但又指出他所说不实，如此妄言岂不是有违佛门戒规？至善面色凝重，开口承认，但他宁愿有违佛心，也不愿坏人名节。见他品行如此高洁，在场商人无不钦佩，纷纷表示愿意出钱出地为重建少林寺倾力相助。某日，有一道人肩扛100斤铜鼎入城，放在钱庄门前讨要布施。
钱庄老板要捐20贯钱，道人却破口大骂，凭什么至善和尚能随意在钱庄取钱，自己却只配区20贯？放言一定要用银子将铜鼎填满才行。如此蛮横霸道的行径，至善自然不能坐视不管，两人直接动手。数招过后，至善觉得对方招式似曾相识，直接动用铁头功将道人顶在墙上，随后一掌将铜鼎拍出，登时重创对方，临走还不忘用木棍顶住。正欲走时，忽然有人传信约他去城南道观一见。至善一言前往，却意外见到了相识的五眉道姑。原来峨眉也发生大变，无尘道长与白眉道人为师兄弟，两人志向却截然不同，一人心向反清复明，一人却想投靠清廷。白眉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鹰犬，还勾结无尘道人的弟子，暗中向师兄下毒。待无尘道人因中毒内力全失后，几人合力痛下杀手，只有五眉道姑侥幸逃出。如今得知至善准备在南方重建少林，这才派人前来闹事。但重建少林迫在眉睫，至善已是无暇他顾，如今资金足够，却还差人手，他准备再找几位青年才俊。偶然间在街上遇见一个屠夫，正与磨刀匠斗殴，两人的武功已经初具规模，一看便是习武的好苗子。至善上前分开两人，两人正在气头上，顿时将矛头指向他，劝架也是要讲实力的，而至善刚好就有，轻而易举将两人打趴在地。两人也是机灵，当即死缠烂打，追着拜师。此外，经由李锦伦介绍，至善也见到了他的好友洪熙官。只见院中布满了梅花桩，洪熙官提出赌约，谁若被对方打下梅花桩，谁就要跪地磕头拜师。至善又从中增加难度，另外立起了几座沙宝桩。随后双方各自上桩，面对稳定性极差的沙宝桩，至善依旧不动如山，而洪熙官虽练习多年，功力不俗，却从未见过这般阵仗。还未等至善发力，他便从桩上摔了下来，当下心服口服，跪地拜师。可清廷已然收到消息，全城戒严，势必要将至善等人斩草除根。众人便扮成送葬队伍，想要借此蒙混出城，岂料被清兵看出端倪，不得已只能强行动武，杀出城门。城外为免暴露目标，众人先去找船，至善暂时藏身，却不想被一名西域喇嘛截住去路，手中禅杖舞得虎虎生风，两人一个刀快如风，一个禅杖势大力沉。至善以刀架住禅杖，想除掉对方兵器，哪知棍身中还藏有刀刃，至善寻机制住兵器，借势将对方缴械。喇嘛还不服气，转而施展铁头功，可对于至善来说无异于班门弄斧，旋即以正宗的铁头功硬碰硬，喇嘛顿时头破血流，倒地气绝。而另一边，众人也被白眉道人截住，白眉功力深厚，众人齐上也奈何他不得。好在至善及时赶来，但降龙掌与铁头功齐出也是无用，白眉早已练成金钟罩，周身坚硬如铁，不惧任何打击，任凭至善连番攻击也是无济于事。恍然间，他想到无尘道长曾言，人体有6个穴道难以封闭，哪怕练就金钟罩，也还有一个罩门。顿时涌出一指禅，接连试探，随后翻身坐在白眉身上，一指戳在他的膻中穴，不可一世的白眉就这样一命呜呼。正好传旨已到，至善也能放心带着众人前往福建重建南少林。